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，欢迎；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薇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当初不顾家人的反对，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一无所有的他。我没有要他1分钱彩礼，就为了相信爱情。可惜我错了，我输得太惨了，我根本就没有被他珍惜。在他心里，他家里所有的人都比我重要。但是我们的女儿12岁了，我也想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家，我该不该给她一个机会呢？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黎先生来自辽宁，42岁，业务经理兼司机；女嘉宾霍女士，42岁，来自辽宁，全职太太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做全职太太多少年？12年，因为没有人照看孩子。孩子12岁，家都是他一个人扛。我觉得我为这个家付出的也很多。他只是给这家挣了钱，对吧？对。中年夫妻啊，事儿就比较多了，上有老，下有小。今天也是为这些事儿来的，对吗？咱们先说上面的老人处得怎么样？不太好。我跟我媳妇啊，现在我们已经分居3个月了，就因为老人的事儿。您住哪儿？我现在住我妈家。您住哪儿？我住沈阳，她在锦州。怎么回事啊？头段时间吧，我母亲吧生病了，需要人照顾，我就给她接过来想。但是呢，我媳妇她不同意，就因为这事儿吧，我们俩吵架了，吵得挺厉害的。当时我就走了去照顾我母亲了现在呢，我想回家，就是说她现在不让。我问你啊，咱们结婚这10多年，作为婆婆，她做到了什么？结婚的时候，你们家1分彩礼没给我；咱们俩买房子的时候，你们家只拿了1万首付。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你母亲甚至连一个电话她都没打，连问都没问，这是一个做婆婆该有的态度吗？孩子生下来了，连1天都没有照顾，这么多年，我容易吗？当时吧，确实条件不好，我也承认。后来那个生孩子的时候吧，因为什么呢？我父亲有病，我母亲吧需要就是照我父亲，所以吧就没来带孩子。这都不是理由，知道吗？就是让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多么不忠不孝。我问你，当时你父亲没的时候，我同没同意给你母亲买了一个房子在锦州，对吧？让他一个人养老。现在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搬到沈阳之后，他现在又要来沈阳生活了？这不是笑话吗？对，确实买了。那现在呢，一年比人岁数大了，对吧？你这母亲离得远也照顾不上啊，所以接过来住，这也没有什么，我感觉。就是说他们家是啥情况啊？我老公有2个姐姐，他们就认为什么呢？儿子要给老人养老，女儿啥都不管。我觉得在赡养老人这一块吧，3个孩子应该是平等的。凭什么就是说把他母亲接到我家来呀？他2个女儿不管，我觉得这肯定不行，我不能同意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第一，老人对我不好，所以我也没有必要，对，是吧？对。第二，家里3个孩子，为什么所有的赡养的事儿都让我们来做？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好，那为啥不让他回家？他回家有什么用啊？就这些问题解决不了，我这不还是无休止的争吵吗？对不对？这婚姻还要吗？我觉得要不要没有多大的意义了。我这么听起来是不是对2个姐姐也有意见啊？我这么说吧，就是一提他姐我就特别来气。他大姐是一个非常不识物的人。哎，对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走这3个月，你大姐不是说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吗？没成是咋的？你又要回来了？没有的事儿，你可千万别搁那瞎说话啊！你大姐那天打电话就跟我说的，说你俩要是不过了的话，是吧？我能给我弟弟找个更好的。他说我班上同事就有一个，就这么跟我说的，而且人家还能给他生儿子呢。真的，主持人，我不怕你笑话，我老公就这些年，他骨子里面就想要个儿子。您那是个闺女是吗？对，包括我婆婆，就是从来不给我带孩子，也是因为我生的女孩。他想多了，我跟你说可能老人吧这么想过，但是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没这么想，你大姐为啥说能给你介绍一个，还能给你生儿子？你说这话谁不来气？我听着不来气吗？我都想扇他2个大嘴巴子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偷偷从我卡里边转走的5万块钱。怎么说？是这事儿吧，我承认，我姐夫买车，他需要那个就是说拉货啥的，当时吧就差5万块钱，但我知道他对我姐印象不好，所以没敢说。当时吧我就寻思先借那个先用一下，买完之后
等过3个月之后呢，把这钱还回来就这是完事儿了。大姐还是二姐？大姐。大姐是哈。啊，她二姐基本不参与我家的事儿，哦就是她大姐特别不是物，哦，哎，我问你啥事儿都搅和。哦，问一句，夫妻财产是共同财产还是？是共同财产。那就是说为啥是偷偷的从我的卡里转出去钱了？因为就是我们家就是我说了算，就是他挣的钱都是我保管。哦，他负责挣，你负责管，对是这意思吧？对，这件事儿是说他没有跟你商量。对他根本就没有商量，啊我还是说孩子补课需要交钱的时候啊我一看，哎，这钱余额不对，钱哪去了？我才知道。反正总而言之，跟婆家的关系不太好。那这3个月不回家，孩子怎么办呀？孩子我带着呗，我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。哦，您说说。我觉得知识能改变命运，我就让孩子补课。我觉得孩子必须得出类拔萃，考个好大学才有出息。但是他不这样啊。不是学习是固然重要，但是身体更重要。我感觉吧，你说孩子毕竟还小，对吧？现在吧，就是小学吧，他那个功课也挺重的，放学都6点钟了，在外补课，一直补到9点多，回来之后吃口饭，可能刚吃完饭之后，他妈就让他写作业。我不希望孩子这么累，结果人他就不同意了啊！我一管你就不让管，你是什么？他当父亲的是吧？就这么说我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的这种态度、这种观点给孩子造成特别消极。现在我一管孩子学习，孩子说啥？我爸都不让我学习，你让我学啥呀？他不是不让他学吧？他就是不让学。孩子一学，爸我累，他说去吧，玩去吧。那本身孩子回来吧，就是都很累了，在学校吧都已经学很多东西了，你这回来之后，你再去给他强加一个往里边也灌东西，他已经进不去了。你必须让他放松放松，去消化消化。哎，所以我问一句啊，他不在，是不是闺女儿挺想他的？怎么说呢？也说过想爸爸啊，但是说我们俩在家的时候，真的就是无休止的争吵，对孩子性格影响很大。就自从我们来沈阳之后，这2年多，我就觉得孩子都变了，就变得孤僻了，经常的一个人就是把自己关到屋子里边，不爱说话。为啥呀？就是我们俩总吵架嘛。我就觉得来到沈阳之后，他整个人都变了。其实吧，我打断你一下，孩子孤僻吧，我感觉他说的不对，孩子孤僻肯定是因为学习压力大。再有吧，就是说这个学习时间长，他没有时间出去玩。我建议吧，孩子还是有时间可以出去，说再多玩一会儿，说放松放松，对吧？教育观念不一样啊，对对。为什么这2年到的沈阳，好像我这听下来，家里面很多事儿就变了，是吧？对，不瞒你说啊，沈阳这个房子是我母亲给我买的，因为我是家里边的独生女。哦。然后我父母呢就想让我来沈阳照顾他们。哦。当时呢，他也是很同意的。跟岳父岳母住一起吗？不住一起。也就是说，从锦州到沈阳，最核心的是因为要给岳父岳母养老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有这个对，有这个因素。接着说。我们俩就这1年多就是不断的吵，他现在变得晚上就是不爱回家了，就经常的特别晚才回来。特别晚是指晚到几点？11、2点、1、2点钟的时候全都有。干嘛去了呀？工作、应酬。我给简单说一下，我们那个从锦州到沈阳，我就找了一个就是业务的工作，做装潢的。完了有的时候需要那个谈客户啥的，我去开车带老板或者带一些同事啥的过去。不是，那也不至于谁搞装修跟你谈到夜里11、2点、1、2点。有单位的。对呀，香水味儿，身上有浓浓的香水味儿有4、5回，你咋解释啊？这个事儿吧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都是工作需要。那个时候你是特别愿意到沈阳吗？到沈阳一方面是也给我的岳父岳母养老，再有一方面就是给孩子教育，因为我俩当时感情就在锦州那边吧，感情还挺好的，所以其实在锦州的时候是比较顺利的，是吧？对，生活压力没那么大，没那么大。对，后来之后我们来沈阳，没有说这个经济收入来源，对吧？所以吧，就是说我就跑这业务挣得多一点，但是客户吧，有的可能晚上去谈，对吧？有的去他家里谈，有的时候去那个一些场所谈，对吧？这没办法，你这根本都说不通。要是不跟女人坐在一起的话，能有香水味吗？那你说我同事也有女人，对吧？那个客户也有女人，这很正常。就接触的话，就是吃饭在一起吃饭啊，在一起说话的话，那坐在一起了，挨得比较近一点。那我问你啊，就是那条短信“某某宾馆见”，咋回事？那某某宾馆见能怎么的？那某某宾馆的茶餐厅进，那是约我去见个面去谈业务。那上写茶餐厅了吗？那上就写某某宾馆见，哪个宾馆有茶餐厅？我咋没见过呢？没听说过都。你没听说过，那是你没谈过业务，你也没去工作过。你看没，一字一句都是瞧不起我。我一直在家里边，我为这个家付出吗？付出。你付出了，是我知道，我也没说别的。但是你说你这不讲道理，或者你不听我去解释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走这3个多月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跟你姐介绍的对象在一起待3个多月呀？不是，我一直我说想回去，我说想回家。行，但是
他不让我回家你。找一个给你生儿子的吧。行，哎，我问几个问题行吗？你问主持人。我觉得啊，他确实变心了。是吧？我就觉得不对劲儿。他确实是跟他姐介绍那人在一起了，准备生儿子了。我就想打听一下，您下面准备怎么办？那就不让他回来，那你回来干什么呀？不让他回来，除了不让他进这个家门，这婚得离了吧？对，离。还有其他的要求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咋？别不知道啊！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我之所以来，我是为了孩子。我觉得我跟孩子没什么关系。咋没关系呢？我女儿12岁了，对吧？你看这孩子啊，自打你们搬回沈阳，孩子变得孤僻了，对吧？您为了让孩子成一条大凤凰，对吧？这个丈夫也看不上了。他那是没文化，真可怕。对，他又没文化，所以也教不好这些孩子，对吧？对他教不好3个多月，反正不回家，反而还消停了，对不对？这把他休出门多好啊！你也不用辛苦了，什么婆婆问题、大姑姐问题、老公不听话的问题，一切解决，多好！其实我真的就是别舍不得什么呀？我不是说舍不得这段感情，我是舍不得我女儿。我觉得正在青春期，对，正在青春期，爹3月都回不了家。他不想回来，就是人家今天不是说要回家，你不让人回吗？我怎么不想回来？说归说，你回来了吗？我打过好几次电话，你也不接。后来让我回家，我敲门，钥匙那个锁芯还换了，我现在回不去家呀。你姐都能找给你生儿子的人，你还回来干啥呢？对不对呀？我跟你说那是误会，没有的事儿。不是，等一下啊，别偷换概念啊！现在到底是你不想让他回家，还是他不回家？咱把这件事儿说清楚。他要想回来，他何必等3个月呢？对不对？何必等3个月呢？就是在您的心里，其实他要想回来，哪怕在门口站1个月，您都放他进来了。对呀，他真有那诚意，站1个月，我能不让他进来吗？你怎么没在家门口打个地铺？没想到啊，当时没诚意。我就好，听明白了。我问几个问题哈，咱不带情绪的说。其实不想离婚，对吧？也不想啊，也不想。哪个但是不知道怎么跟他处，是吧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就是说，他要不拿出点态度来，那没办法，逼到那儿了。您给他一个回家的条件吧。他回家的要求，第一，必须得听我的。哦，好。第二，就是说赡养老人这块，我不是不能养，对吧？我觉得轮流养。对，轮流养。听懂了。第三，就是说你换个工作，你这工作我接受不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就是孩子以后我管。你别再掺和，而且就是说，以后你挣的所有的钱，一分不差的，全都得交给我。不都给你了吗？他这1年多没交给我呀，最近这1年多不给我了。你在单位里是经理是吧？对，看见没有，这是有领导才能的人，人家制定的管理方案很细，听话是大原则，接受吗？接受不了。接受不了怎么回家呀？对呀，接受不了你就别回来。可以商量啊，对吧？商量啥？没有商量的，领导说了。商量你说吧，咋商量？商量到哪一步？你说说我听听，给你个机会。听你的事行，都无所谓。你就说哪条不能听。这个养老问题，我们那块儿也是都是儿子养老，没有说他姑娘管的，并且吧，你看我姐我也有姐夫，我姐夫吧人家也有好个孩子，都是儿子管。懂啊！你这叫愚昧。是，我问一句，愚昧。哎，我问一句啊，钱是好东西是吧？对。有钱声音就大。如果你婆婆在沈阳给你们买了一套房，婆婆说你们俩给我养老，养还是不养？我很现实，养，但是他们家1分钱都没给过我。是，对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这12年这男人挣的钱哪儿去了？这个家共同的分担，我不是给我一个人花了。哎呀，所以这个听起来挺悲凉的哈。有钱就行，是这意思吗？也不能这么说。但是怎么说呢？钱不能证明一切，但是你给一个人花钱，证明你对他好。对不对？拿什么表达呢？啊？那对呀，你舍得为他花钱，你才是表示你对他好，有毛病吗？哦，那他舍得为你花钱吗？他舍得，但是他们家……那他对你好吗？他对我以前挺好，最近这1年不好了。哦，因为不给你花钱了。对，不给我花钱了。想回家吧？行，离婚吧，把闺女带走。我的女儿我不可能让她带，我生的。我咋是你的呢？那就是我的女儿，我费尽千辛万苦生的，你可能带走吗？我跟你说，离婚你也不可能带走孩子。好，孩子就是我的生命，我的全部。闺女以后出嫁怎么办呀？出嫁是正常的，每个人都得经历的啊。你闺女要也碰这么一个姑爷的话，你怎么办呀？我有的是方法治理她，我肯定给她治理老老实实的，治理我姑爷。要不然我不同意，她也进不了我这个家门。哎呀，您不同意管用吗？您不同意，您男人每天谈业务谈到11、12点，管用了吗？不管用，所以我不要他了。确定不要了吗？这个决定了下面的方向啊。
就是你要真不想过了，老师们给你分析分析，人家态度很鲜明。我可以听你的话，但是在赡养的问题上面，对，我不可能让一步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其实已经摆明了，在你的心里闺女儿最重，在他的心里老娘最重。我接受不了，我能接受什么？他女儿照顾我婆婆，我出钱我能接受，但是说你说让他上我这儿来，肯定不行，因为我受不了。你这手里得有多少钱呢？我特别好奇啊。我家里边条件比较好。我父母条件特别好，所以腰杆子硬呗。还行。你算下嫁是吧？还行吧，我当初什么都不图。那我特别奇怪哈，啥都不图是吧？那你图啥呀？我当时就图他对我好，他听我的话，好不好？当时特别好，当时啥都听我的，对我就言听计从。所以钱也不好使了呗。哎呀，咋说呢？家里那么多钱，我现在后悔了。所以我就问您嘛，千万不能什么都不图就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真的千万不能。是。所以我不就问您嘛，您到底要干嘛嘛？我也不想太绝对了，毕竟我也来了，是吧？我也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。日子还想过吗？我也想好好过日子，我也没想过，既然说我当时啥也不图，我也没想过要分开。但是现在就是说，走到这儿，僵到这儿了。看得出来，没人想离开这个家，丈夫不想离开这个家，妻子打心里也没想把这个丈夫踢出家门，但是这日子就别扭，把婚姻当成博弈，总想做这个家里的老大，痴人说梦，幸福不了。迷茫就听老师们怎么说，好吗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您的婆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她有是的地方吗？也有。什么？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也对我悉心的照顾了。她还有一个最大的贡献，生了这一个儿子，成为了你的丈夫啊，才有了你们这一个家。当然她偷偷的把5万块钱借给她的姐姐绝对错，这5万块钱还回来了没有？没还呢，到现在还没还呢。这个必须扎紧。这个可以。你做的太错了。另外，妻子这样的态度对你们家，你恨她吗？有点。他这种恨已经都写在他的行动当中了。他对自己的母亲的孝顺是值得尊重的。如果让你的母亲住到沈阳，因为你是寄人篱下，那个房子是他父母的，他有权拒绝。但是作为一个儿子，母亲生病了，他要去孝顺，我认为你做得非常对。他这样的一个行为，恰恰给你女儿做了一个榜样。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今后对我们好，孩子就看你们对自己的父母好不好。孩子的教育并不是说学习的教育，更多的是成长的教育。在你们这个家，孩子能成长吗？孩子潜移默化，长大以后他会不相信生活，不相信爱情。尤其丈夫分居，您认为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吗？做妻子性格使然，您强势，但为什么要强势到自己的丈夫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？凭什么？那就是上下级关系啊，有意义吗？但是做丈夫的，你以这样的一种方式，是在加剧你们这段婚姻的崩溃。如果还想好好过，多去反思一下自己。你真的要拉回这个男人的心，首先自己做出改变。当然，你有很多方面也需要改变。谢谢。我作为一个女儿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会特别割裂、很压抑的。大姐，您给你的女儿可能树立一个特别不好的榜样是什么？就是你给她的感觉是你的爱等于需求加价格，你会让她失去了一个女孩到女人的智慧。你也不要觉得说你有这个自信未来去拿捏你的女婿，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其实你一直都是一个下嫁心态，但是你不能保证未来你的女儿她也是下嫁呀，对吧？
所以其实从孩子角度出发的话，我有一句话我送给你啊，就是一个女人不管你多大年纪，你最大的能力是你不管在何种境地之下，你都有快乐起来的能力。你没有一点点让自己快乐的能力，所以你让整个家庭都非常的不快乐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姐姐，您去想一想，你怎么样真正能让自己快乐起来？其实如果你快乐起来了，你就不找他的茬了。然后大哥是这样子，作为一个父亲来说的话，你要让自己的女儿知道说，你是一棵大树，你这棵大树是在无论如何什么情况之下，你都会在那儿，你不会走的。因为他更多的安全感就是来自于自己的父亲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你的妻子如何作你闹你，至少你要体现出你的责任。我现在觉得你有一点责任感缺失，你要用你的责任感支撑起整个家庭的安全感。所以我说你们俩最好各自冷静一下，完了之后你再留下来跟他谈，你们之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他是心态上的问题，你把他的心态搞好了，他什么都可以同意的。哎，黎先生啊，哎，你好，我问您个问题。您的女儿未来嫁人了，嫁一个像您这样的老公，然后她在生孩子的时候，她的婆家不闻不问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也肯定是心里吧也不得劲，也很难过啊，肯定是我你站在我会气愤吗？对，我也会作为他的父母，你会气愤吗？你会心疼自己的女儿吗？对。然后你的女婿要把他的母亲接过来，你的女儿就是不同意，你会怎么劝她？要不就是给他租个房子，要不就自己决定，因为吧，他等他这个时候吧，他也成年了，他也是有理智、有思想了，肯定比我想的多。你觉得你女儿说的有理吗？我感觉吧，有一定道理，但是不能完全有道理。好，有一定道理就行。对，理解你老婆的心理了吗？我能理解点儿。我之所以吧，今天我站在这个，你要把你的妈妈接过来，你有提出过解决方案吗？我说过呀。接过来之后就是找个房住，不能住在一起，住在一起的话肯定是受不了，肯定是没法相处。我跟他说了，就是在附近嘛找一个房子，不论大小，也不论说的好坏都无所谓，因为吧我母亲吧她就一个人啊，我父亲也不在了，就有一个住的地方就可以。好，你有提出解决方案，他依然不同意，对吧？对。你有去安抚他之前受过伤的心吗？你有站在他的身边说一句：“老婆，我妈做的不对。”他们重男轻女是他们的问题，你不容易，你辛苦了。当时我也说过，也解释过这个东西。不是解释，就是安抚。你换位换到你女儿身上，你就明白了一切的感受。当你不理解你的妻子的时候，你想想自己的女儿未来有一天也会为人妻的时候，你作为她的父亲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怎么看待这个女人？你就用这种心态去疼你的妻子，就没错了。他的说完了，接下来说你。他们家是有问题，你嫁的时候不知道吗？那你自己选择的呀。怪谁呀？怪他们家吗？你只能怪自己眼光啊。嫁了之后就是平等的，不要在婚姻里面高姿态。第二点，在婚姻当中，两个人从来都不是敌对关系，你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你如果把他当成你的敌人的话，你觉得你们两个人还能并肩作战吗？一个丈夫难道听话就是对你好吗？言听计从，但是心里却有着其他的小九九，你觉得哪个最可怕？还有一点，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工作？因为我家里边吧，每个月也能给我们4、5千块钱。就来沈阳之后，就之前我们是干超市的。所以你不是也是一个好吃懒做靠家里的吗？但是别忘了，你的爸爸妈妈有走的那一天，你靠谁呀？我劝你最好尽快找一份工作，让自己能够有一些挣钱的能力，这是你应该焦虑的事情，而不是焦虑你的婆婆什么时候来。作为一个大度的女人，我劝你让婆婆来，像她说的，找到第3个解决方法是什么？租一个房子。就这样。这个男人心里是看不起你的，这个男人心里是不认可你的，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吗？难道你真以为是大姐看不起你吗？是大姐在拆你们吗？如果他的弟弟非常爱你，非常爱他的妻子，请问哪个姐姐能够说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个生不了男孩，我给你介绍一个能生男孩的女人？
哪个姐姐敢去说？你们之间的矛盾，她怎么会知道？你说的，你说的，那她听谁说的呀？不是你，她听谁说的呀？那一定是她哟。你这么想抓住钱，无外乎就是想达到3个目的嘛。第一，增强自己的掌控感；第二，增强自己的安全感；第三，对未来有所期待，你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男人说不给你钱就不给钱了。男生，你真孝顺你母亲吗？你的妻子真是对你的母亲不好吗？当时花钱给你母亲买的房也是他呀。你的妻子真的是这么讨厌婆婆吗？有一点小矛盾，但至于如此吗？不是的，无外乎2点。第一是对你啊灰了心了，对那个姐姐呀，存心破坏你们之间感情那个姐姐不满意呀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真正的体会她的一个感受呢？钱方面，如果夫妻2个人不能共财的话，一定不能同心。凭什么钱不能给人家？你那家真不能回吗？香水味又是怎么回事？人家都不给你捅破了，是给你留面子，是对你们的感情还有期待，对吗？我们不能如此之冷漠绝情。就这样，要过好好过，是吧？没有必要这么拖拖沓沓，赶紧回家。下去节目之后，好好谈一谈老母亲的养老问题，不可回避。孩子青春期的问题，想清楚，别闹了，没什么好闹的了。就这2件事，我觉得都得把头发掉光。中年人，人到中年，很多危机，婚姻其实只是众多危机当中的一个。后来你会发现，真的能够疗愈中年危机的，不是别的，而是你的家庭是不是稳定。当你家庭稳定的时候，很多危机自然就度过去了。你们自己去想。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吧，我今天过来，真的我就想回家。有些事儿吧，我也知道可能自己做的不太好，不太对。刚才吧，各位导师、各位老师也说了，我也都听进去了。我也会慢慢的就调整自己的状态，有些不对的地方吧，慢慢的去改。但是我真的希望吧，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给咱们家一次机会，给孩子一次机会，咱们呢，继续生活下去。毕竟吧，咱们也是经历过这些年了，也不是说像小孩过家家似的，几天就完事儿了。我们在一起17年了，现在这段感情让我觉得身心疲惫。其实就像老师说的，爱是理解和包容，而不是说互相指责和逃避，逃避解决不了问题。我希望能够看到你一个态度，其实我也想给孩子一个家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吧，博红兄做一个预测。男不出女出，我觉得双出。双出吧，肯定是双出。来吧，咱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特别好。都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，一段婚姻关系脱离了爱情，那就剩责任。当双方都不想承担各自该承担责任的时候，一段婚姻基本就到头了。好吧，祝你们找到各自的幸福。来，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2个都是2婚，认识8年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人特别好，但是现在最近，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他总觉得我做什么都不对，天天给我甩脸子，我太委屈了。他比我小14岁，当初我看上他的时候，人品、外貌都很出众，没想到过起日子来，他竟然这样。我们平时挣的不少，结果被他花得1分不剩。有这样过日子的吗？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就想平平淡淡的过日子，但现在跟他沟通没有用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比他小这么多，我就希望他能宠着我，惯着我，但他现在就这样。我跟他在一起，
我图一个啥呀？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杨先生69岁，来自吉林退休；女嘉宾丁女士55岁，来自吉林个体。欢迎两位，欢迎。委屈是吧？哎呦，这眼泪就要下来了。当然委屈了。哦呦呦呦呦呦呦！概括一下，你委屈啥？我委屈的是，我跟他在一起总共是8年，然后最近这3、4年呢，对我就是不像以前，就是变个人似的。哎，我小他这么多岁，他为什么对我这样？你们是再婚夫妻还是正在谈恋爱？我俩是2婚，去年领的证。去年才领证。对，这算新婚，委屈是吧？对呀。委屈什么呢？我跟你说一说，我这媳妇儿大花特花，每个月做美容，买化妆品，4000到5000块钱，这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你说那对吗？啊，我买个化妆品，哪个女人不花？哪个女人不爱美呀？我就不爱听你那个话。年前准备年货吧？要年货。因为家里本身就我俩，吃肉很少，一般我们俩就都是在外面吃了。你到商场买了14斤牛肉，13斤排骨，8个猪爪，这咱吃得了吗？当时我也没吱声，我就拿着，我也挺生气。开车回家，一开冰柜，全满的，搁不下了，怎么办？把那旧的拿出来吧。我说拿着这旧的往哪儿放啊？放车里吧。放车里2天。你说没说完呢？肉都变色儿，你说怎么办？能吃吗？是不是得扔掉啊？这部分开销小吗？老师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买了8个猪爪。过年的时候，我们东北人是不是喜欢吃猪爪抓前蹄儿，挠钱？我们做生意的，我买8个多吗？不多。我姑娘，我有个儿子，哎，我姐和妹、哥兄弟，然后我还有个朋友啥的。你过年不上你家来吗？我买点牛肉，我多买。你说这个我就不承认，哪个在咱家吃了？是不是都在外边安排的？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还不能说是我买点东西我自己喝个饭吗？可以，不是买点东西。就有一次吧，买草莓，外边的草莓8块到10块钱一斤，他跑20多公里上人采摘园去买，36块钱一斤。我买的不对吗？我买草莓光我自个儿吃吗？草莓和咱这都是一样，是不是？你吃不吃啊？我问你，什么叫绿色食品啊？你将近70岁的人了，咱们不得吃点绿色的吗？10块钱的草莓和38块钱的草莓一样吗？一样。我不跟您抬杠啊，不跟您抬杠啊。您都不知道现在草莓是怎么种植的。我知道啊，老板告诉我了。哎，牛奶草莓。你那草莓的老板，一看你来了，我就问您一句话。草莓是几季苗啊？那我老板倒没问我什么几季苗，我种过草莓，你知道吗？反季节的草莓要不要用一些特殊的手段？也不了解，咱不说，不抬杠，好不好？你买的对，买的对，买的好，我们都认了。那你像昨天呢，我还那，哎呀，不说了，对吧？你要问我说一样不一样，我觉得是一样。你说一说吧，昨天的。昨天咋了？昨天急了你就把它说出来。昨天怎么了？我不就是买一个那大榴莲吗？大麻花，来到天津，我是不是得买点麻花？我自己吃不行吗？6根麻花才200多，还多吗？你说本身咱俩能吃多少？一个榴莲也是200多，多吗？吃不多少。我昨天一天还不要说你是大花800块钱，不买水吗？我问一句话行吗？你1个月退休金多少？6000多。您1个月退休金多少？我没有退休金，但是我俩有生意啊。我在我俩范围之内的话，我可以。不是您1个月买卖上挣多少钱？反正就是我花销的1万多到2万之间，肯定是没问题。是还是不是？是。问题我今年69了，多存一点不好吗？你的劳保工资就1个月就算6000块钱，咱们现在把所有的钱都花掉。那你劳保不是钱的事儿，以后慢慢咱俩问题把这钱要花在正地方，还够生活吗？你不往正地方花，咱就比喻说吧，你开车，朋友到上去了，我那农村有点土豆，还有点白菜，求你给我拉回来。你说你大车小辆你就去了，就是这完事说，你就那土豆和白菜，你这油钱都不够啊。你看看，这经常这样事儿的。他说我开车，回来车造挺埋汰，谁家开车不用油啊？
拉点萝卜白菜都是朋友，素不相识的，我可能去拉去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给你买土豆白菜，行不行？一样吗？啊，那怎么叫不一样啊？不一样，那就不是白菜了。土豆是怎么做的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！别动真气啊，大哥，69岁的人了啊，咱心平气的说啊，我身体全是身外之物啊。还有啥？你再说。我们说肯定得说，还有啥？吃说过了，莲也说过，穿怎么样？穿，哎，一说他穿，我说我给他买衣服、裤子、鞋，全都是牌子，买个衣服都得说是1000往上的，因为啥？他比我岁数大，我寻我走道我俩得搭啊，我给你买那衣服，他都不穿。给我买那个衣服，买了，我没抢走，我说这衣服不适合我穿，我说干脆你就退了它吧，是因为挺多钱，是不是？结果我第2天出去，我看他朋友穿着我那个衣服，我说这好像是你给我买的衣服啊，哎，笑了，哎，那我给怎么了？给送人了。你不要我不可以送人，我还扔大道去吗？那是300、400呢。哎，那你不要我就愿意送啊。还有个事情，你呢？我发现了，经常到男朋友家，这我怎么发现呢？正好这是我有个同志在那个吃狗农村啊。碰见他了，因为我是个男人，虽然岁数大吧，是不是？不是男人和岁数大小没关系啊。你别跟我说这个，我就是怀疑既然你要说这个，我今天跟主持人说明白。您说，怎么了？这个男士呢，就是在我老家，就是农村的，就是一个镇里边，就是我妈活着前，我爸活着前呢，就是我家一个邻居，他媳妇儿是那个癫痫病，然后呢，他家里有2个智障的儿子，因为那前我家是做生意嘛，然后我妈就给这个奶奶他家偶尔的哎送点小菜啊，送点啥，那我就是继承我妈的就是传统了。我看他家挺可怜的，我每年呢，说实话啊，他家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，就是他家4口人的衣服都是我给拿，然后年年的种子化肥和农药呢，我就给他拿过去。反正我一年呢是给他将近就是不到2万块钱。那你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跟你说啥呀？你那心眼老小了。我跟你说什么？我不是小，我不是。今天你要不说这儿，我还不可以说。也不是没有爱心，也不是没有善心。这事儿你要是跟我说的话，我100%同意。我拦一句吧，谈了好多年恋爱了，对吧？这谈恋爱期间这些事儿都没发生，怎么这一结婚了，这都翻江倒海全出来了？之前呐，你都没看呐，他之前我俩刚认识不长时间，哎呀，他对我那好的，哎呀，瞅我个头也好看，容貌也好看。然后哪样都行了，这3、4年我怎么都不好了，没事甩脸子，不管亲戚朋友来了，我想吃个饭了，哎，人家就不愿意了。我看他不愿意那样式的了，那我就自己，我不用你管了，什么事都我做主了。所以按您这说法，就是男人不管多大年龄，只要结了婚就翻脸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呀。你们2位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吗？要旅行什么的？要说旅游，咱又想起来了，我们抱团去旅游，都是大巴接大巴送，挺好。他不的，你们先走吧，我开车去追你们，60多公里你到那去，完了结果呢，到那去了还上个当，到那人卖东西啊，买个镯子吧，2200啊，拿那个镯子到家了，没敢带，上旁边商店一瞅，姨妈，这不跟我那一样呢？那是50块钱。我再问你。我买镯子，当时我跟前有朋友，还有别人，我去了，是不是有1万多的镯子，有8000多的镯子，然后还有是最便宜，我买一个是2000来块钱的，我害怕回家你跟我甩脸子，不愿意，嘟，我还不知道你那样吗？我买个最便宜的还不行吗？那我要知道你这样事，我一旧是一旧，我直接买个1万多得了。我没成想到这2000多，你还跟我俩回家这样式的啊？为什么呀？我买东西就不行啊？浪费。不浪费呀，浪什么费呀？女人天生吗？爱美吗？我现在能问话了吗？可以啊。哦，问。大哥那边有孩子吗？有一个姑娘嫁出去了。不太需要贴补了。不需要了。听出来了。今天就叫大型炫富现场，2个问题说得很清楚。第一个问题肯定是双方子女都没有特别重的负担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所以咱这钱多了。钱多了该往哪儿花的问题，不就这意思吗？您是希望多攒点好，万一未来身体不好了，到医院里面有充足的钱。您是觉得这个活在当下
有多少花多少。对呀，这个事儿我们问清楚了，下面要问关键的了，注意听啊！您是不是觉得他这钱花了之后很浪费？每个月收入就跟我们俩钱就是花的一点不剩。行，第3个问题，您现在还爱他吗？这方面我挺纠结。哎呦，虽然嘛，他比我年轻，但是产生这些问题，我非常纠结，就纠结在这儿，我怎么办？不是，我就问你还爱不爱人家？您在那儿纠结个什么呀？你说爱或者不爱，或者又爱又恨，真是又爱又恨。下面跟爱情无关了啊。说实话啊，您觉得如果您倒在病床上了，他会照顾您吗？这个不敢确定，真的不敢确定。对，所以这才是真的担心嘛。他比您大？比我大14岁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按照基本规律来说，应该是他先需要人照顾，是吧？照顾，首先他对我好了，我就可以照顾他；对我不这样似的，到时再说吧。我对他那么好，就他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天天给他做饭，给他洗衣服，给伺候他。我寻思好好的吧，让他也跟我。不是他多大岁数了呀？快70了，69了。您不是也快60了吗？那我还比他小10多岁呢。哦，您有年龄优势是吧？不是年龄，但是凭心，我当时。我再问您一句啊，如果他把挣这个钱都揽在自己的怀里，现在打今儿开始这钱也不这么跟您花了，您还跟他过日子吗？不过。为什么？我是一个女人，他不给我钱，证明他心里没有我。就是钱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你看上这老头的钱，是这意思吗？不是，气质啊，瞅着乍开始的时候瞅着气色不像这么大岁的人呢腰板拔溜直的，瞅着也挺帅的。不是你这么嫌弃他呀？瞅着也挺帅的。啊？你觉得你尊重他吗？我尊重他呀。确定吗？确定啊。那为什么这个抱团游你非要开车自己走啊？我就想他事儿的。您是觉得这个男人限制了你吗？不怎么舒服，所以才找老师呢。就是这个婚姻不舒服，对吧？对呀。是因为他束缚你，对吧？就是限制你，是这意思吗？一个是限制，主要就是说是他不包容我。所以大哥，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我就是纠结，我怎么办？说这心里话，我真的指不上。他说他真的指望不上您的时候，您心里什么想法？哎呀，我太寒心了啊！我天天对你那么好，你还指不上我？你现在闭嘴，我不要是不为了就是说跟你好好在一起，我能这样吗？每个月咱不说是年，就是每星期你给我做几顿饭？你自己数数，做几顿饭？做几顿？我做几顿呢？我一般都是在外边吃，在家很少做。主持人，我可以说话吗？可以啊。我给他做饭了。他不吃，哎呀咸了，哎呀淡了，哎呀这个不行，我不爱吃，那个我不爱吃。那你看我不爱吃的东西，那我硬说爱吃吗？我给你做，我就不喜欢吃。后来我就是不给你做了，因为你不吃，我就不做了。你那么瘦，你知道你怎么回事吗？挑食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这么胖咋回事啊？我认识你前我是这么胖吗？我认识你前我是这样式的体型吗？我给他做啥吃的？不愿意吃了，哎呀，我不吃，我寻扔了白瞎了，我哭一顿吃，我天天赶上给你打饭底儿了，我不委屈吗？你好意思说吗？你还在这张有时候给我气的，我都是什么事儿我都想了，挣这么多钱也没有用，干脆也不挣了，一走了之得了。我都给我恨的说，你做美容，假如说跟一刀拉的，跟你拉坏了，我都恨你这样，因为啥？你现在做的美容你这个男人呐，一点责任都没有。大哥不那个，我把这话这么翻译一下，您看您能不能接受啊？大哥认为，在他这个年龄的婚姻状态，应该是2个人相守相扶，每天陪在你的身边，做点什么事儿，咱们好商好量，是吧？对。您现在50多岁，还不到60岁这个年龄，正是生命还挺旺盛的时期。您现在对于生活的追求是折腾、跑、情趣，对吧？就像您说那个10块钱的草莓和30块钱一样吗？也不是啊。我跟您说，换一个说法，在我看来，真的不一样。摘的更有情趣。如果2个人是好说好商量，一起去摘，
那叫情趣。如果是说因为这个10块那个30就比10块的好，我非要去干这个事儿花钱，我心里才舒服，那叫有病。它是有区别的，有情趣和有病是区别的。您现在是拿钱，我也不知道在拿钱在填什么呢？是说我嫁给了一个大我10几岁的男人，我亏了吗？我就得玩命的美容，我就得玩命的去花钱，我花钱我就开心。您现在给我的感受是，我花钱我开心。我自己也有生意，我能赚钱。我知道，我花钱我开心吗？对呀，是不是花钱开心？对呀，开心。除了花钱之外，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您开心喽？哎，比如说变美吗？买衣服吗？买鞋吗？对，注意看啊，变美是要花钱的，买衣服是要花钱的，买鞋是要花钱的。还有什么事儿让您能开心？首先就是这些让我开心，再一个就是说是，哎，我的老公他能天天看着我也开心。我真的就不开心。你看，这不就是反差吗？我就想问，您想要的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？您把它说出来。要平平淡淡的生活。所以该怎么办？没想着不过，对吧？只是想调整，看怎么去调整。你们听听老师的，他们会给你们一些建议，看看能不能帮到你们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大哥，您如实的告诉我，你们家每个月收入当中有多少是来自于您和您资产的收益？80%吧。所以您很失落。再婚以后，突然发现这个婚姻和你期盼的完全不同。但是大姐呢也很委屈，就像您说的，你喜欢我就给我钱花呗。我这个年纪了，我对自己好一点有错吗？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。因为您的这个花钱确实不是大手大脚，已经近乎于挥霍了。反正我比你年轻10岁，你就应该对我好。你难道不是这么想？我说的再直白一点，你们两个人现在并不是消费观不同的问题，而恰恰是婚姻观不同的问题，都把自私当做了自己婚姻的保护伞。你并不是完全是追求的是品质生活，只是在这一段再婚当中，反正你的钱，我们是夫妻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你难道不去想今后想怎么过就怎么过？这是需要有危机感的。你们两个人并不是再婚的错，而是你们对再婚的认知的错。我非常同情这位大哥，对这一段婚姻他已经力不从心了，并不是说他想节俭，他是希望两个人今后牵手走向黄昏，我们是需要有保障的。您用的酣畅淋漓，但你没有想到他的内心在滴血了。他不是心疼花钱，但是看到了今后需要花更多的钱。很显然，在你们的再婚当中，大哥已经力不从心了，真的力不从心了。我认为，如果你还珍惜两个人这么从恋爱走进再婚，如果还珍惜这个男人是你真心喜欢的，而不是那个取款机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反思一下，自己在这一段再婚的婚姻当中，我们有没有我所说的可能难听一点，可能直白一点这一些因素。谢谢。相爱的人给对方最好的礼物其实是自由。我在你们两个中间看不到给对方的任何自由。一个人要掌握另外一个人的财政，然后一个人要掌握另外一个人的精神世界。你们两个其实在基本物质饱和的情况下，但你们俩的精神建设这一块真的是道阻且长。
并且还有没有尝试的必要？我觉得你们可以想一想。这个大姐她有一个非常大的毛病，她会过分的沉溺在自己的感受里。两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你内心就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，所以一开始你就是仰望他的，你怎么可能指望说一个人你开始仰望他，最后你平视他，完了你还要来管着他，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大哥。就是你要现在去找一找你自己心里的底气，还有你为什么能让他这么久了，这么多年还这么乐此不疲的花钱呢？为什么呢？你觉得你也是知道，你如果不让他花了，他走了呗。你从一开始上来就爱得这么卑微，你现在还想不卑微了？不可能的。那么你这个大姐，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这个大哥啊，因为你根本就不重视这个男人所有的他的核心需求。他从上来一直叨到现在，我们没有一句话听出来他以你为先。你想要怎么样都可以，你上来没有帮他说过一句好话。我觉得你们俩现在这个情况，与其互为人间，不如各自成宇宙吧。其实最核心的一点，虽然说看年纪大了，最核心的一点是啥？您找的干压根儿不是一个能给您送终的人，找一护工多好啊！你又贪图人家的美貌，又贪图人家的年轻，然后你还得让这个人给你养老送终，要的太多。对女人来说也一样啊。你找的就是一个能为你提供经济支撑的男人，你压根儿没想给他养老送终。说白了，他这样，你能管他吗？我估计他进医院的那一天您就走了。俩人都是贪，要的太多了，根本不是踏实在一起过日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算盘和小九九，谁都没有掏心掏肺跟对方在一起，真多余领那个证。我一开始一直以为大姐你自己挺有财力的，后来听到后面才知道，哦，原来生意是人家的。那您咋花的那么理直气壮呢？因为我挣的钱呢，里边咋是你挣的？他有他的公寓，我有我的麻将室啊，我自己也有存款呢。那个每个月就是花的那些花销，全都是您一个人能支撑得了的吗？那倒不能。那不就完了吗？那您咋花的那么理直气壮呢？那是两口子嘛，花点钱又咋了？哎呀，那您这话说的特别好，那是两口子嘛，那凭什么两口子里面只能你说了算，我不能有发言权呢？为什么两口子里面只能以你的意见为主，不能听我的意见呢？让他要就听他意见，我一分花不到，你还被对呀，那花钱是谁的利益在先呢？那钱是花在谁的脸上、谁的身上了？吃到谁的嘴里了？那为什么在这段婚姻当中，一定是你占了所有的好处，别人就只能听你的呢？他也沾光了。他沾什么光了？找个年轻老婆了，哎，天天你看那脸各方面都挺好的，吃的，那他不也沾光吗？徒有虚名是吧？您有一丝一毫替他想过吗？所以你们两个人，你说都这个年纪了，为什么要彼此折磨对方？你们两个人，我劝你们尽快解除现在的婚姻关系，就各自安好就可以了。其实山大老师，我倒不觉得他们互相没有爱，但是我说大姐，你一定要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有一个词儿叫消费型的自我欺骗。你现在都在过度的去消费，你一定是对现状不满意的。因为你们之间感觉缺乏着精神上的一个沟通，你得不到大哥的认可，做饭给他做不爱吃，给他买衣服觉得不合适，甚至于还对您有怀疑，所以在他身上您找不到认同感，找不到信任，所以怎么样，你就过度的去消费他的钱，你觉得他不爱你了，你要用钱来拉住他。一方面您是在抑制自己对容貌的一个恐惧，另外呢，您更恐惧的是，如果一旦我没了容貌，他还能这么对我吗？但是其实您也会感觉到，在一时间的这种消费的痛快之后，您也会更加的空虚。2000多元买来了一个50块钱价值的东西，您内心也不安呐，
也彷徨啊。但是怎么办？怎么填补它？好，继续再去消费，让自己能获得一时之快。但是换来的是什么？更加的空虚，外加他的对你的更加的不认可，恶性循环啊！花钱只能带给我们短暂的快乐，真正的内心的丰盈才会是带来持久的一个开心。你们真的是缺乏内心的一个交流。您的诉求是什么？您要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？跟老婆好好去聊啊，一起真的就是旅游还做不到一起。老婆做的饭即使不好吃，但那是一份爱，一份心意，咱得接收到啊，是不是？我倒看好你们俩啊，好好聊一聊啊，一起让欢乐共享，就这样。我特别不看好这个婚姻关系，原因是婚姻当中的两个人对更大的世界没有追求，女性自我物化，挺可恨。更可恨的是男人把女性物化了。婚姻要的是情啊，婚姻要的不是交易啊。你们自己看要不要珍惜？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还能跟你叫一句老婆，你呢以后就是花销方面，你能不能就是收敛一点？再有别的什么事情，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些？我会同意的。我不是说是抠门那种男人，就是这些你稍稍有个度，资助别人我也同意。我感觉啊，咱俩现在我感觉好像是这个事儿吧，就是因为你这个有时候大男子主义一对我一整甩脸子，我感觉咱俩好像是我看看再说吧。这不还是谈判吗？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帮兄预测一下，双不出，男出女不出。我希望他们双不出吧。我觉得他们能双出。来吧，看看这对再婚的中老年夫妻作何选择，请开门。大哥每一步都走得好沉重啊！咋啦？日子还得继续啊，有什么话跟人说的吗？我现在心情也轻松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有点说实在的，岁数我不小了，我现在出一家进一家还是不容易，我就吃亏到这儿，我也明白，但是我还是想挽回这个婚姻。行，那你就回去接着跟他谈，好吧？就是特别简单，大姐的决心表明了，如果你欣赏我，我们就继续；如果你挑剔我，我宁可分开，好吧？行，谢谢您，加油，请回。好了，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